是仔细意。在传统认知里，独生女是最幸福的，家里面只有一个女儿，就能够独享所有的资源和宠爱，也没有哥哥弟弟跟他们争夺和瓜分财产。尤其是那些家境比较好，父母也相对开明的独生女，就好像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重男轻女都跟他们无关，他们也好像不需要返校。但现实情况里真的是这样吗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扎心的话题，独生女为什么要返校？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一定记得订阅哦。一、父母只有独生女的根本原因。绝大多数独生女是政策的产物，而不是她们妈妈的自愿选择。中国实施了将近40年的一胎计划生育政策，让很多想生2胎、3胎，也就是说想生男宝的人失去了机会。你能确定的说，他们如果有再次选择的机会，他们还会只要一个女儿吗？而现在就有重新选择的机会啊！计划生育还在实施，只是从限制只能1胎变成了推荐你生3胎。有多少独生女长大甚至成年了，工作了之后，回头一看，父母给自己搞出来一个弟弟，就算搞不出来，父母也会不小心的流露一些不得已的遗憾。而这些父母，无论是他们确实只想要女儿，还是不得不只能要女儿，他们都对女儿有一个共同的认知，就是女儿能提供更多的价值。换句话说，女儿更好吸血。2、父母眼中独生女的价值。那么从父母的角度上来说，独生女能提供的价值有哪些呢？1、情绪价值。女儿懂事、孝顺、好养老。我们一定听过这句话，养女儿好啊，女儿是贴心的小棉袄。对啊，作为小棉袄预备役，女儿们被从小教育要听话、贴心、温柔、懂事，不要顶撞父母，不要伤父母的心。在成长的过程中，女儿们会承担无数的情绪劳动，但是却没有人关心她们的心理状态。同时，因为父母只有一个女儿，所以肯定不希望女儿远走高飞，总是想把女儿留在身边，比如找一个离家近的大学，或者找一份离家近的工作，这样才方便平常陪伴和未来的养老。不要说出国，连出省都会遭到阻拦。2、经济价值。女儿投资小，回报率高。我们还一定听过这句话，养女儿好啊，女儿省心没压力。对啊，作为泼出去的水预备役，女儿被从小告知了未来长大要嫁人，而且要嫁个有房有车、收入不错的男人。至于自己嘛，女人要买什么房，工作稳定体面就可以了。父母不用帮女儿规划职业道路，不用帮她攒钱买房、准备彩礼，也不用给人脉、给资源，不用教经商、教从政，更不用培养野心、学习人性。父母完全不用奋斗了，好吧？但如果他们生的是儿子呢？父母会不会比现在更努力要赚钱，为宝贝儿子积累更多的财富呢？所以，如果女儿有了自己独立的意识，开始叛逆，甚至发现了男权父权的问题，开始返校，不给他们这2个价值，这些父母就会开始暴怒，同时也感到巨大的恐慌。因为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，毕竟他们的爱是有条件的，而这个条件就是你允许被他们吸血。3、父母的有毒养育。很多独生女的家庭，父母的文化水平可能相对比较高，工作也相对体面，所以说他们不会像传统有弟女那样子，很明显说我嫁女儿的时候需要收一大笔彩礼，那我可以给我的儿子娶老婆买房。确实，独生女的父母可能不会在物质上很亏待她，他们嘴上也会说得很好听，比如说我不要求你有多优秀，只要你过得开心就可以，或者我们不卖女儿，只要女儿嫁得好，嫁得幸福，我们就开心。诸如此类的话，好像听起来很美好，甚至你会觉得哇，他们很为我的幸福着想。但事实上，这种养育方式一样有毒，也就是只养育不托举。他们把女儿往弱者、贤妻良母的方向培养，而不是强者、自然女的方向培养。对女儿投入的教育资源，不是为了女儿的事业发展，不是为了女儿的智慧成长，而是为了给未来的女婿培养一个好媳妇。所以他们会拼命加强女性的这种刻板印象，要求女儿服美役，要有女人味，而不是把女儿培养成一个有竞争力的、有野心的、强壮勇猛的大女人。毕竟那样就不好嫁出去了嘛。
总之呢，他希望女儿是一个完美的客体，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主体。他们描绘出一条浪漫的婚姻道路，但是即使不是为钱，而是为爱结的婚姻，也一样是男权吃女的游戏。他们确实不会要求女儿通过婚姻去换取财富，比如说婆家的高额彩礼，或者要求男方买房买车，甚至他们还愿意为了婚姻去付出财富，比如娘家出高额的嫁妆，或者双方共同买车买房。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，可能就会导致入赘啊、两头婚啊，甚至更危险的吃绝户情况。那时候他们也不懂怎么去保护女儿的利益，也不会反思是不是自己的养育方式出了问题，或者婚姻制度本身就有问题。他们只会去责怪渣男不好，凤凰男不好，女儿没有擦亮眼。他们宁愿去让女儿平嫁或者低嫁，也不能让女儿不嫁。毕竟如果女儿不婚甚至反婚，那就是彻底否认了父母婚姻存在的合理性，这会完全摧毁他们的自恋。第四，父母的隐形难保。独生女，你真的以为自己家只有你这一个孩子吗？你错了，你家里其实有很多隐形的难保。独生女可能更多的角色是一个连接资源的桥梁，而真正的继承者另有其人。比如家里没有儿子，但是却会有一个被期待的难保形象。他们会说，家里面要是有个儿子就好了，可以陪我运动了；要是有个儿子就好了，没有那么多麻烦事；要是有个儿子就好了，男孩不会像女孩想太多又情绪化。至于独生女听到这些想法会怎么想，会不会厌恶自己，会不会更加爱男，他们才不在意呢，他们只会觉得你是超绝敏感肌。又比如父母特别愿意扶持侄子和外甥，他们会对自己的女儿说，不要太辛苦，稳定舒服就可以了。但同时他们又会鼓励这个侄子和外甥加油努力拼搏奋斗，并且他们现有的资源、人脉、财富积蓄都会拿去补贴和帮扶他们，而不是给自己的亲生女儿。还比如父母特别喜欢女婿，他们总是催婚，就是因为他们想要一个新的儿子呀 ，son in law。他们没有自己的儿子，但是却可以通过把女儿嫁出去的形式换回来一个儿子。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有深深的男缘关系啊。自己的家业终于有了接班人，自己还能落了一个心疼女儿、帮扶女婿的好名声。当然，也有可能会出现刚刚所说的吃绝户的情况。毕竟男的是最懂男权社会和男权家庭如何运作的，就专门爱找独生女来分一杯羹。又比如你自己的爸爸，他就是妈妈的大男宝啊。别忘了他们最喜欢说的是男人至死是少年，那你爹这个大男宝大少年，自然就有你妈妈这个男宝妈来心疼和爱护啦。反正他们觉得养女儿没有用，可以大胆花钱享受和投资，那花完了头亏了，甚至被诈骗了也没有办法，反正无论如何还有老婆和女儿托底嘛。所以家里的资源始终在朝着男的流动，独生女在他们吃完肉之后喝一点汤，还得加倍的回报，感恩戴德呢。5. 父母的无形虐待。这些父母不光是不给独生女儿资源，甚至他们还会在无形中虐待他们。首先是在精神方面，文明体面一点的父母或许不会对女儿直接的恶言相向或者大打出手，但是那些有毒的强势和控制欲，那些 PUA 和煤气灯操纵，却深深地藏在表面的温情之下。他们口口声声说对女儿好，但是只要发现女儿有一点独立思考和脱离父母控制的苗头，他们就会用自私、自利、白眼狼等各种难听的话去打压和指责女儿。而在物质方面，即使家里面的条件相对宽裕，父母也总是习惯跟女儿哭穷，让女儿懂事，不要乱买东西，父母工作不容易，所以女儿就不敢乱花钱，更不敢去主动争取资源，怕给爸妈添麻烦，也怕给别人添麻烦，导致她长大之后在金钱和人际关系上都始终缺乏安全感和掌控感。如此种种，女儿就长期生活在这种内耗和撕扯里面，非常痛苦，非常迷茫，但是却找不到原因。明明自己感觉到生气，却又觉得好像不应该生气，甚至会出于对父母的爱和信任，反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。
本该朝向父母的攻击性，却朝向了自己，混合着这种愧疚、自责和自厌，进一步就发展成了厌女和爱男，甚至可能会出现各种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疾病。6. 独生女容易走进的陷阱。在这样吸血价值、有毒养育、隐形难保和无形虐待中的环境成长起来的独生女们，容易走进哪些陷阱呢？1. 缺乏财富主体意识。独生女相信了父母说的不用急，我们只有你这一个女儿，以后未来都是你的，所以即使现在拿不到，也从来不觉得自己需要去争取或者掌控什么。事实上，父母也不会真的允许他现在和未来去争取和掌控什么。问就是谈钱伤感情，贪心不足。所以独生女对财产、对利益这些东西根本不敏感，不认为自己是掌握财富的主体，只是傻傻相信父母的话，被动接受父母的安排。2. 缺乏女权整体意识。独生女还会相信父母说的，我们只有你这一个女儿，没有重男轻女，所以她会对女性整体的现状缺乏认知，甚至轻视女性个体的困境。看到其他觉醒的女性反校反男，她只会喊我爸妈不这样啊，是你没有遇到好的吧。她高估了自己的幸运度和男权社会的善良度，只会共情加害者，还极其容易厌女爱男。3. 缺乏排男防范意识。一些独生女的父母婚姻相对正常，没有特别极端的那种情况发生嘛。而且妈妈很爱表演御夫有道，爸爸又很爱表演父爱如山，所以女儿会倾向于相信和男人结婚恋爱会带来幸福，而不是剥削。她总想着擦亮眼去找一个好男人，或者生几个好男宝，就可以在漫长岁月里面得到小确幸了。就算被现实反复鞭打，反复在男人身上吃亏，他们也会觉得是自己眼光不好，遇不到好男人，反而要越战越勇，相信爱情，坚持改造旧男，或者坚持寻找新男，而不是开始反思和排男，从源头上规避风险。4. 进入和加强循环。老中有句很恶毒的话，叫做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。自己不认真培养女儿继承家业或者创造家业，女儿嫁人了又说女儿没用，幸亏没有认真培养女儿。而独生女本来是或多或少拿到了家里面的资源，在不嫁人的情况下，她本来确实可以守住甚至壮大这份财富，不成为泼出去的水，斩断这个恶性循环。但是如果他们选择了嫁人，无异于是进入和加强了这个恶性循环，让父母包括他自己都意识到嫁了人的女儿确实是泼出去的水，还不如生儿子嘛。那么如果一个家庭、若干个家庭，甚至一个时代的家庭，他都会有这种想法，那性别比和女性整体环境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差？7. 独生女应该和谁比？非常搞笑的是，为了获取一点存在感和优越感，独生女喜欢和有地女比，富裕女喜欢和普通女比，所以面对他人的困境，他们反而开始洋洋得意自己多幸运，安慰自己已经很幸福了，要知足。但其实他们应该要和同阶层的独生男比，富裕独生女和富裕独生子对比。富裕独生子从小就被培养成家族的接班人，他们能从父母那里获得启动资金、职业建议、人脉输送、职场帮扶和精神支持等等。有了这么高的起点，他们如果想努力，就能够轻松获得更高的成就；如果他们不想努力，也能够轻松躺赢。就算当个废物输光了，父母也会拼命给他们托底的。那这样的待遇，独生女有吗？独生女只是拿到一点蝇头小利，一些所谓的爱意，买个小房，开个小车，岁月静好一下，只求稳定，不求上进，还以为是父母怕自己吃苦，真心为自己好呢。普通独生女和普通独生子对比，普通独生子是没有那么好的家庭条件和资源的，可是家里面还是会持续加强对他的投资和锻炼，要求他变得更聪明、更强大，可以在学业、职场和社会上奋斗，努力去创造和积累财富。而普通独生女呢，家里爱说的是男人征服世界，女人征服男人，要求她进入婚恋市场，
去攀附男人的财富，而不是鼓励和帮助他发展自己的成就，创造自己的财富。所以只有和同阶层的男宝比，你才会发现你没有得到多少东西，也就是你失去了多少东西。这种父母对独生女的低期望和低要求带来的不是自由民主，而是低责任和低投入。换句话说，不是我们全力支持你，而是你自己看着办吧。8. 独生女应该怎么办？如果你就是这样的独生女，你需要做的是不要再骗自己了，也不要再内耗了。家庭就是小型的社会，而社会就是大型的家庭。现实就是你确实生活在这样的父权男权家庭中，没有得到你父母无条件的爱，他们对你的爱是基于这种父权男权制的模式，所以他们只会允许你在框架内去调整和讲价，而不能跳出框架去反抗甚至推翻。你唯一的出路就是觉醒和返校，去夺回本该属于你的一切。如果你想要真正的幸福和自由，你必须去正视自己曾经受到过哪些有毒的影响，去意识到你的父母的缺陷和男权家庭本身的扭曲，不再当一个孝顺的小棉袄和吸血包，也不要再重复加入这种男权家庭，而是要想尽一切办法，不择一切手段去博弈和争取财产权和话语权。比如如何花家里的钱，举几个简单的例子，包括而不限于学习深造，比如报进修班、考研读博、出国留学等等；购买大宗物件，比如买房买车、买黄金、购置各种电子设备；还有游山玩水、吃喝玩乐、享受生活，或者纯粹是拿到了就攒起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至于获得这些东西的方式嘛，无论是甜言蜜语也好，画饼哄骗也罢，甚至冷热暴力都 OK。毕竟你已经做了这么多年委屈的好女儿了，是该扮演一下他们期待已久的男宝形象了。他们不是很想要男宝吗？他们这么羡慕，那现在就体验一下这种福报嘛。或者说，如果你真的拿不到你想要的东西，他们的毒又太深，对你影响太不好，彻底翻脸、断联、逃离也是一种选择啊。总之，一切以自己的感受为准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女权觉醒，回归自然女身份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真正认知到男权社会和家庭的一切真相，真正救自己于水火之中，彻底砸碎枷锁，跳出这种扭曲的游戏，重新回到完全属于你自己的人生道路，创造完全属于你自己的自由和幸福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下你的感想或者你的故事。我是思希艺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一定要记得订阅和点赞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